央媒报道我国潜艇遇险的经历，英国媒体也报道了他们的航母遭中国潜艇追踪。南海的水下暗战原来激烈如斯。各位大家好，前几天我们说到过，英国媒体曾激动地声称美英航母编队在南海成功逼退了中国的潜艇。近日，我国央视媒体也披露了解放军潜艇南海遇险。两则报道披露出，原来南海的水下暗战是如此的激烈。实际上，在我解放军的训练中经常能听到一句口号：训练即是实战。解放军各路部队里边实战经历最丰富的部队就是海军的潜艇部队了。用潜艇官兵的话说只要出海，那就是实战。南海的水下尤其如此。央媒在报道我军潜艇遇险的经历时，潜艇艇长描述遭到了敌方反潜机的追踪，敌方甚至投下了声呐浮标，做好了模拟攻击的准备，但海军全艇官兵沉着应对，躲开了敌方的搜索，圆满完成了任务。这里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这位艇长的军衔是大校，而小型常规潜艇的艇长军衔往往只是中校、上校。这说明这位艇长可能是一位核潜艇艇长。其次这位艇长描述中使用的是敌方这个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外军。这说明他的潜艇被外国军机跟踪，他是在我国周边海域执行实战任务。结合最近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英国航母编队紧急采取了反潜措施，最终驱逐了中国潜艇。对于英国媒体的说辞我们不必在意，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报道中判断出，可能每次外国的大型军舰或者舰队进入南海，靠近我国水域时，我方的潜艇部队都会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并且对敌方的舰队进行跟踪。看样子不仅是水面上我国的战舰对逼近我国领海的敌舰进行驱逐，哪怕是奉命准备撞击，水下亦有潜艇官兵在激烈的暗战。看来这南海的水是非常之深最后我们来说说我国的潜艇部队吧。说实话，这些年来相比较下饺子般扩充的水面舰艇部队，我国的潜艇部队的消息其实很少。当然，保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从较少的报道中，我们还是可以见到我国的常规潜艇数量还是不少的，但总体上常规潜艇的自持力不足，水下航速也慢，要想跟上敌国先进的水面舰艇难度不小。而我国的核潜艇数量又不足，性能也是有待提升的。所以我期望我解放军在完成水面舰艇部队的建设后应该会适度加强水下舰队的建设了，提高潜艇作战规模和能力，争取把南海打造成中国潜艇活动的内海，要让侵入我国水域的外军舰队就像进入了狼群的围猎圈。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各位留言发表观点，我们下期再见。